据国防部12月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这是中美军方高层在中断交流超过1年后正式重启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国际社会主流舆论纷纷表示欢迎。刘振立在视频通话中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就恢复两军沟通交流达成重要共识，两军应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前提是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刘振立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美军参联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言人杜尔西以电邮形式向美国媒体通报这次通话的消息。他透露，中美两军高层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的管控竞争，避免误判，维持开放与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从美方传递出急于想和中方进行上层、高层的这种军事方面的联系，因为他一直想寻求一个护栏。所谓护栏，就是说不要迎头对撞。中方说呢，我们呢是希望和平的，是希望不要对撞的。但是中国也是有底线的呀，这个底线就是什么？一个是台湾问题你不能给台湾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军的这种交往，相互的不做这种实际上的军事上的挑衅的行为，才是最安全。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积极评价这次通话，称是积极的进展。We're clearly working here to implement what w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Biden and Chairman Xi in November. When you have two large militaries, it's imperative that we keep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calculation.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ll continue to actively do. 还有2名美军高级军官对美国媒体强调，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与刘振立之间的视频通话是自本月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通话后，首位美国内阁成员与中方高层官员进行直接沟通。这2名官员透露，未来数月内，美方还将在各层级与中方官员举行一系列会晤或电话沟通。根据目前计划，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于明年初举行，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也或将在明年春天恢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表示，中方已发布视频通话相关情况，当中也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达成的恢复两军沟通交流的重要共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开展相关交流合作。去年8月初，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警告，执意窜访台湾，解放军随即进行围台演习，并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3项与中美两军高层与机制化交流有关。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强调，这次视频通话标志着中美军方高层在中断交流超过1年后正式重启对话。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宣布将全面恢复两国军事沟通机制。此次两军高层对话得以进行，可被视为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精神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两支世界上最强大军队在彼此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有线新闻网表示，此次通话传递出了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中美两国在处于紧张关系和有根本性分歧的情况下，仍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美联社则在报道中指出，美方表态体现出对两国军事高层之间直接沟通的重视。对话比对抗好，两国的元首呢，曾经在这个不同的场合，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那两军关系很显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呢，可以加强合作，可以增信事宜。两军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发展，实际上它对中美关系整个的发展或者推进呢是有益的。外界注意到，中方通稿对中美两军高层这次视频通话的描述中包含2个议题，分别是台湾问题和南海。在上月的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明确对拜登指出，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再次向布朗强调了这一立场。
实际上，美方没有放弃打台湾牌，仍在加大以台遏华的力度。有报道称，美方正在酝酿加快对台军售 F-16战机的供货。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对台军售的66架 F-16战机原定于2026年之前完成交付，但由于俄乌冲突因素叠加影响，至少延迟1年才能交付。但上月，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伯·惠特曼等人施压美空军部长肯德尔，呼吁加速供货。实际上，据美国媒体曝光，目前美国对台军售积压十分严重，累计付款但未交货的部分价值高达190亿美元。美国呀，在台湾问题上经常可以说是言行不一的。但是呢，我们国防部发言人讲得非常明确，就是你美国即使是向台湾出售更多的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无法阻止两岸的统一也无法阻止就是解放军对维护就是祖国的安全，为维护就是这个国家的利益它的这种能力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呢，就是美国的一些政客或者是一些这个军工利益复合体的人员，他们的叫嚣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此外，美方近期批准的一项对台军售也值得高度关注。据悉，相关订单价值3亿美元，涉及信息安全计划的指挥、控制、通讯及电脑系统的生命周期维持，包括先前采购的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设备等。外界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昂贵的软件升级包，在此前的对台军售中较为罕见。观察指出，美方此举意在推动与台军的互操作性，是美国国防预算打包协助台军训练内容的延伸。升级软件后，台军的指挥、通讯、侦测等信息都可接入美军网络，纳入其多作战单元平台的统一信息化链路之中，从技术上解决美军指挥台军的能力问题。既然你要是用了美国的这些装备，你将来要升级，你看你离不开美国吧？比如说你要获得信息，你要依靠美国的卫星你要这个连通起来，所以呢，你看它又可以牢牢地把控台当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并不是把台湾当作一个保护对象，而只不过是在推行这个亚太战略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在回应有关提问时强调，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会晤期间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如磐石，不可撼动。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周四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视频通话，全球媒体高度关注。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通话呢，确实是今天的全球媒体的焦点。我注意到，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彭博社、纽约时报等等美西方的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发布报道。美联社就称，这是继月初布林肯与王毅通话之后，中美进行的又一次 Cabinet Level Communication， 是所谓的内阁级别的沟通。那么美军参联会主席呢，在美军5官的序列中是最高阶的军事指挥官，所以这次视频通话被普遍解读为中美两军高层沟通在中断16个月之后的全面恢复。这当然是在落实中美元首加州斐洛里庄园会所达成的重要的共识。那么中美元首当时呢，就两军交流达成的一系列的重要共识中，恢复两军的高层沟通排在最靠前的位置。其他呢，还包括恢复国防部的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两军战区领导人通话等等。我昨天在评论中谈到中非外长通话的一个关键细节，外交部官网发布时间是在深夜的11时04分。赞扬呢，这就是大国外交和时间赛跑、抢占话语先机的高效节奏。那么在军事外交领域，国防部发布与中国军网的小编们，他们同样不遑多让。我注意到这条会见通报稿，它的上线发布时间是在周四晚上的23时50分。那么这也充分见证两位中美高级将领的视频会就是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而且呢大概率谈得很晚。
当然了，小编的拼劲呢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注意到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电稿，特别呢在持续就此更新，特别在 Update 3，也就是第3版的更新电稿中就标注有3个段落补充了中国军方对这次会晤的发声与表态。当然了，美方对这次通话也是高度重视的，会前会后都做足了准备功夫。布朗走马上任参联会主席没几天，他就已经致信中国军方，在自我介绍的同时表达了直接沟通的意愿。那么这次视频会见之后，除由他的发言人发布声明之外，五角大楼以及美军，也就是文官与武官系统呢，各有一位匿名的高官来向媒体吹风。那么这也是美方就重大事态做信息发布的一个标准作业。美联社特别引述这2位吹风高官称，美方将会在未来数周或者是数月之内，在各个军事层级与中方进行一系列的通话以及会晤。预计呢，国防部工作会晤会在明年初启动，两军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呢，也有望在明年春天来进行。两军各层级的交流对话机制的全面恢复，那么这对稳定中美两军关系、减少误读误判，无疑是很有益的，很具建设性。那么中美关系要推动实现稳下来、好起来，关键呢就要看两军关系能不能稳下来、好起来。刘振立在通话中重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方近来涉台动作不断，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谈到台湾议题，昨晚呢和刘振立视频对话的美军参联会新主席他有必要重温16个月前美军与中国军方的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到底是因为什么中断的。那么当然是因为时任众议长佩洛西老太她呢顶风上演了登台的闹剧。那么关键追问就来了，历尽波折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两军交流机制会不会重演因为非常事态再度中断这一幕呢？中美两军关系能不能真正稳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抉择与行动。美国总统上个月在加州菲洛里庄园长达4个小时的面对面会晤中呢，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元首呢也再度画出红线，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美方能不能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呢？中国元首明确指出了具体行动的内涵，那就是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他当面向拜登表示，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我注意到美媒近来突然把这样一段表述当作新闻来炒作，声称中国元首告诉拜登，中国将会统一台湾，但是呢，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这2天也连续有彭博社等等外媒记者就此呢向外交部发言人来提问。但是这难道不是中方的一贯立场吗？而且1个多月前的这个官方通稿中，不是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吗？所以这就不能不质疑美国媒体此时在翻炒所谓台湾牌、武统牌的真实的动机了。毕竟还有20来天，台湾又将会选举地方领导人。其实这就是美方的一种隐形的干预，包括近来频频上演的意图更加明显的川航动作，乃至军售安排等等。中国元首在菲洛里庄园就强调，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儿、不越界。现在看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这样一种折腾、挑事与越界的动作，在一些个特定的时点和场域，确实呢没有收手的势头，甚至呢会变本加厉。刘振立也在通话中强调，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您认为这又传递了何种信息？刘振立昨天明告布朗，要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前提呢是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就现阶段而言，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它的具体落点除了台海就是南海。这呢也是在中国军方通报中出现的2大最明确的具体议程。美方不是口口声声要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要建立所谓的防护栏吗？最该建也最有紧迫性的，无疑就是在台海以及南海。前晚王毅在应约和菲律宾外长通话时呢，以相当直白的重话来警告，如果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呢和不怀好意的
外部势力来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中方必然将会依法维权，坚决回应。那么至于这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他的所指会不会有人来对号入座？我看外界是有目共睹的。美西方媒体关注这一次视频会晤，很多报道都在突出这样一个背景，也就是此前五角大楼曾在10月间发布视频，举证此前2年发生的所谓不下180次的危险飞机拦截，这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南海空域。对此呢，发言人吴谦曾经在国防部记者会上同样以视频来反击举证，更是曾经抛下掷地有声的硬气的回枪：你若不来，我能拦你吗？美国 CNBC 电视台今天的报道就指出，中美军事高层对话是在中非南海相关海域对峙升级之际进行的。那么 CNBC 就引述2位吹风的匿名高官称，五角大楼寻求实现两军战区领导通话的主要方向，就是在南海以及更广大的太平洋战区。那么具体而言，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与解放军南部战区的直接沟通对话。此前呢，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已经多次喊话，说与中国军方相应层级的沟通努力一直未果。可以预料，随着中美两军各层级交流对话的全面恢复，未来呢，在台海与南海方向将会是两军对话博弈、管控分歧的重点场域。那么更加有理由预期的是，随着美国大选年的揭幕，美方在这2个方向的动作一定是少不了的。要正告美方的是，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那么在这些个重大利益、原则与底线问题上，人民解放军永远会是钢铁长城，永远会是最强后盾。好，那么在贸易领域，美方仍在不断出难题。美方不仅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还限制从中国采购半导体产品。日前又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在芯片供应链领域对华大搞审查。近期还考虑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中国外交部22号回应称，人为干预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加剧全球产供链安全风险，最终受损的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利益。美国商务部21号发布声明表示，将于下个月开始对美国企业以何种方式采购中国制造的半导体展开审查，声称此举旨在减少中国构成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声明指出，审查重点将放在传统芯片上，即并不尖端但仍对产业至关重要的半导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扩大其企业传统芯片生产的潜在迹象。他还宣称，这让美国公司更难参与竞争。雷蒙多补充说，电信、汽车产业和国防工业基地等行业都需要这种半导体。考虑到这些担忧，美国商务部将通过收集美国企业的数据来评估其半导体供应链，以衡量其对中国制造芯片的依赖程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全球产供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为干预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加剧全球产供链安全风险，最终受损的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利益。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半导体领域是近年来美方对中方的重点打压领域，且不断变本加厉。美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2号发布一份报告，提出包括拟议的立法改革等数十项建议，旨在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会再次拿提高关税相威胁，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传统芯片征收进口关税。传统芯片通常是指使用28纳米及以上工艺制造的芯片，应用于从汽车到军事装备等各种产品。例如，现在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芯片数量超过1700个。2021年至2022年，受美方政策扰乱全球产供链影响，全球范围内传统芯片出现严重短缺。丰田、宝马等多家汽车巨头因缺少相关芯片而一度被迫停产。据称，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甚至减产高达430万辆。根据美国商务部当时的调查，市场严重短缺的不是7纳米等高端芯片，而是40纳米芯片。
业内人士强调，传统芯片并不是过时的技术，与成熟、较老和传统等术语相关的内涵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些类别的芯片会不断地针对新的需求和应用进行改进。例如，这些芯片的创新包括使用碳化硅半导体，预计都将在经济脱碳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芯片注定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新兴产业和技术保持高度关联。实际上，根据美国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在传统芯片领域，中国的产能至关重要。多家美国企业也表示离不开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的传统芯片，但美国国会却提出要提高进口关税，被认为将进一步增加美国企业的制造成本，降低商品竞争力。成熟制程的话，我们在全球的占比大概有30%，当然本来卖到美国的也不多，所以客观来说，它会进一步缩小我们在海外的成熟制程的一个市场。但由于美国并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海外市场，所以影响有限。美方自相矛盾的地方还很多，例如，美国商务部近年来多次出台规定，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巨头美企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对华出口，但该公司则多次抗议，表示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为一旦放弃这个每年价值超1000亿美元的市场，等中国同行制造出替代品，就意味着美国企业将彻底失去这一蛋糕。英伟达和英特尔等美国芯片制造商还联合向美国政府施压。雷蒙多11号也透露，拜登政府正在与英伟达进行讨论，允许该公司有限度地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但就在美国舆论认为美国芯片制造商将保住中国市场之际，雷蒙多又改口称事情发展令人深感担忧。但美国都会积极调查，并扬言将采取尽可能最强有力的限制行动以保护美国。观察指出，在芯片对华出口的问题上，美国内部博弈日趋激烈。美国福布斯杂志20号发布题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优势摇摇欲坠》的文章，认为，与中国一样，美国将人工智能视为21世纪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关键。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进步之快忧心忡忡。为此，美国通过芯片法并实施管制，但从中长期看不太可能奏效，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文章强调，挑衅中国是个错误，鉴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和经济最终接近军事的可能性，美国的决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而非战略同行，是一种短视的治国策略。外界还注意到，中美之间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加征关税尚未解决，拜登政府又打算使用新的关税武器，这次的领域是中国产电动汽车。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提高对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以支持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对抗更廉价的中国出口产品。实际上，按照拜登去年提出的方案，中国产电动车无法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最高每辆车7500美元的收税抵免。但即便如此，美方仍打算对中国产电动车提高关税。分析指，这显示美方对中国产电动车的高竞争力感到担忧，甚至恐惧。客观来说，中国的电池还有电动汽车相关的零部件，在全球都是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所以美国的整个的这个电池厂商以及生产电动车的厂商愿意采购中国的产品。那完全跟中国切割的话，那这个环节就空了，就没有人能做。与美方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筑墙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对美国企业展现了高度的开放和自信。22号，美企特斯拉与上海临港芯片区管委会开展了储能超级工厂项目的拿地签约仪式，宣布这一里程碑项目正式开启。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项目将规划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供给全球市场。工厂计划于明年第1季度工，第4季度投产，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万台，储能规模近40吉瓦时。这一项目最初由马斯克于今年4月宣布。5月访华时，他曾专门参观特斯拉汽车上海超级工厂。据悉，这一工厂目前的汽车产能占特斯拉品牌的1半。